让你最受震撼的游戏场景是哪一幕？在这款游戏里，数以亿计的老鼠就像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吞没城市里所能见到的一切生命，就连高耸的城墙在鼠群的面前也只能土崩瓦解。人类在面对这种量变引起质变的压倒性优势下，唯一能做的也只有能逃多久算多久。那么人类究竟是如何造成了这场空前的灾难？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瘟疫传说》的续作《安魂曲》。在前作中，阿米西亚与弟弟雨果打败了企图利用上古恶魔统治世界的宗教审判所，成功的救出了母亲，报了杀父之仇。老鼠们也因为雨果暂时压制住了体内名为马库拉的上古恶魔，从而回到了地下之中。他们一行4人离开了支离破碎的家园，经过近1年的时间，辗转来到了法国南部的沿海地区。因为之前的冒险和相处，阿米西亚下定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保护好自己的家人们。可天不随人愿，一次阿米西亚和雨果不慎闯入养蜂人的地盘，亲眼目睹了他们杀害平民的一幕。敌人为了杀人灭口，将姐弟2人逼到了绝境。雨果为了保护姐姐解除了封印，唤醒体内的恶魔马库拉，再次召唤了老鼠。就在雨果昏迷的期间，他梦见了一座拥有着双峰山的岛屿，并一路跟随着一只红色的不死鸟来到了岛屿中心的水池边。在接触到水池后，雨果身上代表马库拉的印记逐渐消散。在雨果看来，这座神秘的岛屿或许有着能够治疗好他的方法。醒来以后，他将这个做过不止一次的梦告诉了家人们，但一行人并不知道雨果口中的神秘岛屿在哪里，只能先前往附近的红城寻求炼金学会的帮助。母亲深知一旦马库拉彻底苏醒，那么作为宿主的雨果也将会面临死亡，而炼金学会研究恶魔马库拉已经数百年，或许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一行4人来到繁华的红城，准备稍作休息，但因为雨果再次唤醒马库拉的原因，导致他陷入沉睡后身体情况越发糟糕。于是阿米西亚当即带着卢卡斯一起前去寻找学会的负责人福登学士。路上他们偷偷穿越已经被士兵封锁的竞技场，竟然在这里意外发现，原来红城的另一边几乎都是被鼠疫感染致死的平民。士兵封锁这里正是为了防止鼠疫传播。可以想象此时红城的地下隐藏了多少老鼠。不料中途他们遭遇了一伙雇佣兵，这些人也在寻找福登学士。为了逃脱雇佣兵的追杀，他们甚至再次遭遇了鼠群，好在一路上有惊无险，2人终于还是找到了这位福登学士。福登在见到阿米西亚后，将他称之为保护人，雨果则被他叫做邪者。而在福登房间的壁画上，这是雨果梦境中的双峰山。这个发现似乎证实了那座神秘海岛的存在。在福登见到雨果后，当即就把所有人赶了出去，并立马开始对雨果施展了感恩治疗。房间里传来雨果痛苦的呼喊，门外的阿米西亚担忧不已，但碍于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治疗好雨果的方法，阿米西亚也只能忍气吞声，并与卢卡斯再次启程，前往城外寻找能够缓解雨果痛苦的颠茄。他们强忍恶臭，穿过堆放牲口下水的地方。此时不管是隔离区还是城外，都已经被老鼠占据。中途卢卡斯险些死在了红城士兵的手里，可能是一路上悲惨的遭遇，再加上雨果越发严重的病情，阿米西亚在面对士兵围剿的时候情绪失控，他疯狂地挥动手里的投石锁，将所有出现在他面前的士兵通通杀死。可这个举动害得他与卢卡斯一起被抓获。好在沉着冷静的卢卡斯重新安抚好了阿米西亚的情绪，2人抓住机会逃出了监狱，并冒险穿过城墙的外围，在士兵的仓库中找到了颠茄，再将颠茄带回以后，暂时缓解了雨果的痛苦。但福登却告诉了众人一个不愿听到的消息，雨果已经达到了最后的临界点，等待他的只能是死亡，而他距离死亡越近，马库拉的力量就会越加的强大。为今之计，只能将雨果隔离在马赛城的学会总部，让他静待自己的死亡。福登也已经安排好人手接应他们乘船前去马赛。闻听此言，阿米西亚当即就提出了雨果梦境中的岛屿，或许那里能够有治疗方法，但福登只是说这不过是小孩子的幻想罢了，气得阿米西亚当场口吐芬芳。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还是只能照做。于是阿米西亚只能先一步前往港口与船夫碰头。然而就在此时，大地开始震颤，阿米西亚瞬间意识到雨果即将失控，他立马朝着雨果的所在赶去。没有一只老鼠是无辜的，滔天的鼠群开始席卷城市的每一处街道，所过之处皆是人们的哀嚎，就连城墙上的哨塔也不堪重负，在鼠群的撞击下支离破碎。阿米西亚只能用尽全力奔跑，终于在最后一刻来到了雨果的面前。见到眼前骇人的一幕，博学多才的福登也慌了，可因为房屋的倒塌，福登被房梁砸中，当场死亡。母女2人无暇顾及其他，只能一遍遍的呼唤雨果。而正是这种亲情之间的羁绊，让雨果逐渐恢复了意识。鼠群也在感受到雨果苏醒后，向周围四散开来，城内暂时获得了片刻的平静。在前往港口的途中，眼前这旷古未有的景象，让雨果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觉得自己就像灾祸一样，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成地狱。就在他们乘船前往马赛的路上，之前在红城中的雇佣兵再次出现，不仅杀死了船夫，还将他们的船拖到了岸上。阿米西亚只能拿起弩箭开始反抗，但在雇佣兵首领阿诺德出现后，轻松就将阿米西亚打晕。雨果见姐姐遭遇到了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跳下船，再次召唤鼠群。瞬间鼠群从地下喷涌而出，将阿诺德逼得仓皇逃窜。就在这一刻，姐弟2人相视一眼，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他们决定不再前往马赛，而是去寻找那座神秘的岛屿。阿米西亚可不会放过任何治疗雨果的机会，于是他们不顾船上母亲和卢卡斯的呼喊，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趟未知的旅程。仿佛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路上的风景让他们暂时忘记了一路走来的伤痛。可因为阿米西亚在红城杀掉士兵的关系，遭到了大量敌人的围追堵截，再加上阿米西亚之前
前被雇佣军首领阿诺德打伤了头部，导致他多次险些昏厥。见情况危机，雨果只能再次召唤鼠群，一次次使用马库拉的力量，让雨果痛苦不堪。但他能够控制老鼠的数量，却也在不断的增加。前来围剿的士兵很快就命丧老鼠之口，雨果也因此倒在地上，不断的抽搐。失去控制的老鼠向着他们席卷而来，阿米西亚只能抱着雨果朝着高处逃跑。关键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救下了他们。这个人正是之前打伤阿米西亚的雇佣兵首领阿诺德。原来阿诺德与红城的伯爵有仇，他也正被士兵追杀，就连手下也死的死，逃的逃。在他见到了雨果的能力后，为了保命，他决定与姐弟二人结伴而行，并且阿诺德知道那座神秘岛屿在哪里。闻听此言，阿米西亚也深知这是唯一的线索了。于是，在阿诺德带领下，他们前去找到了一个名叫索菲亚的走私犯。只有索菲亚能够送他们前往那座神秘的岛屿。因为索菲亚欠阿诺德人情，所以他并没有多问什么。在准备一夜之后，便带着3人出发。路途上，索菲亚出于对姐弟二人的好感，还传授了阿米西亚航海经验。就连阿诺德和雨果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在经历了漫长的航行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这座神秘的岛屿。这里的景色是他们旅程中见过最漂亮的。恰好岛上过几日就要举行他们独有的明光节，姐弟二人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宁静的时光了。他们在城镇里四处转悠，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甚至还有。可当他们来到岛上伯爵演讲的现场后，阿诺德也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原来他和雨果早已达成了交易，只要带他们来到这里，雨果就需要帮助阿诺德杀掉伯爵，而这个伯爵正是之前追杀阿诺德的人。阿米西亚见到这一幕后，立即上前阻止。阿诺德见雨果迟迟不肯动手，于是当即拔剑冲上了演讲台。但阿米西亚可不想，刚上岛就被守卫追杀，于是犹豫再三过后，他趁机偷袭阿诺德，制止了这场闹剧。伯爵本想赶尽杀绝，但这时伯爵夫人及时赶到，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就让伯爵收起了杀心。夫妻俩借坡下驴，当即邀请姐弟二人前往家中做客。他们在伯爵的家中受到了盛情款待，不但有美味的食物，还有一张能够随便挑的床，他们也终于能够安心的休息一晚了。一夜过后，姐弟二人开始了探索岛屿。他们出门便遇见了早已等候多时的索菲亚。索菲亚并没有对二人有任何怨言，似乎她本就不太相信阿诺德。而在之后，姐弟二人受邀参加光明节仪式，揭开了这座岛屿的神秘面纱。原来岛屿上信奉的是一个名叫于禁灵童的神灵，而这个所谓的灵童正是恶魔马库拉的携带者。岛上的居民被伯爵夫妇迷惑，认为灵童会给他们带来更美好的事物，而这个灵童一旦出现，将会成为伯爵夫人的儿子，并守护这座岛屿。但阿米西亚深知弟弟雨果正是那个邪者，邪者不会带来他们信奉的美好事物，只会带来瘟疫和死亡。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他们偷偷的开始了深入调查。雨果也见到了梦中能够治愈他的水池，但在接触水池后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然而他们并没有死心，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了更多的秘密。原来每隔几百年便会出现一名体内有恶魔马库拉的孩童，他们将之统称为邪者，就像是宿命一般，邪者的身边总会有一名保护人的出现。而在姐弟二人之前几百年便早已有了相似的人出现，他们所在的岛屿深处便是曾经的炼金学会的总部。炼金学会因为当时无法阻止马库拉在上一任邪者体内苏醒，再加上对这种能力的恐惧，于是他们破罐子破摔，将邪者隔离在了地下深处。而当时的保护人为了救出邪者，选择以一人之力与整个学会对抗，但他最终还是倒在了路上。失去保护人的邪者陷入了疯狂，选择让马库拉完全占据自己的意识，可因为铁链将他牢牢禁锢，直到死前留在他脸上的也只有愤怒和不甘。正是学会的这一神操作，导致了著名的查士丁尼大瘟疫。这场瘟疫夺走了1亿人的生命。在得知真相以后，雨果险些情绪失控，好在阿米西亚及时安抚，才勉强让雨果保持了理智。当他们回到伯爵府以后，母亲和卢卡斯竟然找到了这里，一家人得以再次团聚。事到如今，雨果没有了任何治疗的希望，他们也决定前往一处安全的地方，陪着雨果快乐地度过余生。但伯爵却在这个时候单独召见了阿米西亚，而伯爵也在此时露出了他真正的面目。原来伯爵早就知道灵童是马库拉的事实，这一切也都是他为了夫人编造出来的。因为很早之前，伯爵夫人在父母的影响下选择了自杀，在被救回以后便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伯爵将他带到这里，为他编造了于禁灵童的故事。而现在的夫人一心只觉得雨果正是他的灵童，伯爵为了哄夫人开心，自然要干掉雨果的原生家庭。阿米西亚在得知了这对夫妻的变态想法以后，立马找到机会逃走。可当他来到广场的时候，伯爵夫人已经将母亲绑了起来，随后赶来的伯爵更是割掉了阿米西亚的头发，并对其百般羞辱。然而最不愿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伯爵夫人竟然在阿米西亚的面前将母亲杀死，但雨果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这里。看着眼前倒地不起的姐姐，台上鲜血浸满全身的母亲，一股无法压抑的怒火在心中爆发，就像是感受到了他的愤怒一般。大量的鼠群冲破坚硬的地面，将他们牢牢地护在其中。胆敢靠近的守卫片刻就被鼠群吞没。阿米西亚没有丝毫阻拦的想法，任由弟弟大开杀戒。很快他便将矛头指向了伯爵夫人，鼠群顿时一拥而上，将伯爵夫人吞没，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失去爱妻的伯爵也发誓要报仇雪恨。经过了这件事情，受到打击的雨果失去了自我意识，途中细心的卢卡斯还为阿米西亚恢复了他脱臼的肩膀。
好了，这下彻底废了。之后，阿米西亚一直在耐心的劝导和安慰雨果，才让其逐渐恢复了理智。醒来的第一件事，雨果便带着阿米西亚和卢卡斯前去救出了即将被绞死的阿诺德。众人逃回船上，准备回到阿米西亚的家族在山里留下的老房子过隐居的生活。但这时，早已留了心眼的伯爵追击而来，靠着大量的人手，他们占领了一行人所在的船只。战斗中，索菲亚和卢卡斯掉入了海中，阿米西亚不幸中箭昏死过去。雨果误以为姐姐当场身亡，心中唯一留存的理智瞬间崩塌。他不顾一切的召唤鼠群，但在大海之上哪里又会有老鼠呢？伯爵很快打晕了雨果。阿诺德见情况不妙，当即带着阿米西亚跳进了海中。就在他们爬上马赛城边的海岸后，伯爵安排人手将雨果带到了马赛城内，而他自己则继续追杀阿米西亚等人。然而此时的雨果已经彻底向马库拉妥协，黑雾在城内喷薄而出，瞬间遮蔽了整片天空。阿诺德为了帮助阿米西亚尽快见到弟弟，直接无视伯爵手中的长剑，强行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摘下了他的头盔。阿米西亚则趁机杀掉了伯爵这个罪魁祸首，而阿诺德临死前只是淡淡的说道：“雨果是个好孩子。”没有时间悲伤，阿米西亚在与索菲亚和卢卡斯会合以后，当即驾驶马车向着城内赶去，一路上都是向着城外逃命的平民。城内此时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随着一阵剧烈的颤动，城墙就像被洪水冲开的堤坝一般，无数的老鼠喷涌而出，向着他们所在的马车冲去。阿米西亚利用马车上的喷火器不断阻挡鼠群的进攻，好在还是摆脱了鼠群，三人终于得以进入城内。此时的城内几乎被夷为平地，以白色圆球为中心，鼠群就像海浪一般向着外部扩散。阿米西亚知道雨果此时一定就在白色圆球内，他当即带上卢卡斯，借着残垣断壁的阻挡，终于来到了圆球之内。但他也与卢卡斯走散，似乎是进入到了幻境中。他在这里不断的寻找着雨果的踪迹，他在路上所遭遇的一切，都是雨果为了让他不要再为了自己奋不顾身，有时候选择放弃也未尝不可。就在阿米西亚理解了弟弟的用意以后，雨果最后一丝残存的意识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如今唯一能够阻止马库拉的方法，只能是杀死雨果。阿米西亚唯一能够保护雨果的方式，便是让他从痛苦中解脱，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保护弟弟了。阿米西亚颤抖着双手，缓缓地拿出了投石锁。如有来生，我还想再做一次你的姐姐。一转眼，时间来到了1年之后，阿米西亚回到了他们曾提到的位于山里的老房子。卢卡斯选择四处云游钻研炼金术，而索菲亚做起了合法生意。雨果则被安葬到了老房子附近的雪山下。在最后一次祭奠了雨果以后，阿米西亚决定与索菲亚一起追寻瘟疫的足迹，去寻找可能出现的下一任邪者和保护人，并成为他们的指路人。我是修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黑死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病毒之一，曾经在欧洲的中世纪后期大规模爆发，仅仅只用了大约7年的时间，就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这个死亡人数占据了当时欧洲人口的1/3。这种病毒正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给人类的。当时欧洲的环境对老鼠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而这款游戏恰好就是以鼠疫为背景展开。游戏里从地下涌出的那密密麻麻的老鼠，让人不禁头皮发麻。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以鼠疫为背景的动作冒险游戏《瘟疫传说：无罪》。故事发生在1348年的法国，出生于贵族的阿米西亚与自己的父亲外出打猎。看似柔弱的阿米西亚有着非常高的投掷天赋，每一次投掷都能精准地打中猎物。就在他与父亲准备回家的时候，他们的猎犬却被一种未知的力量拖入到了洞穴之中。见到这一幕，父亲赶紧带着阿米西亚回到了家中，准备召集好人手再去森林中调查。阿米西亚则去找到了母亲，但这时宗教审判所的到来引发了骚乱，母亲赶紧让阿米西亚前去照顾好弟弟雨果。原来雨果很早就得了一种怪病，母亲为了治疗好他，苦心钻研炼金术多年。而因为雨果的病，阿米西亚也很少与自己的弟弟相处。这时外面宗教审判所的守卫将父亲抓了起来，他们的首领尼古拉斯想要让父亲交出弟弟雨果，见父亲宁死不从，尼古拉斯直接杀死了他。阿米西亚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找弟弟雨果。很快军队开始了搜查家中，阿米西亚只能带着雨果在屋中躲避守卫的搜捕。好在母亲及时出现，带着姐弟2人继续朝着外面逃去。可审判所的首领尼古拉斯却在这个时候追了上来，母亲赶紧嘱托阿米西亚，让他前去寻求炼金术士劳伦提斯的帮助。这个人曾经帮助母亲治疗过雨果，为了拖延时间，母亲牺牲了自己。阿米西亚只好带着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雨果，一路朝着劳伦提斯所在的方向逃去。可沿路遇到的守卫竟然与某种生物战斗了起来，趁这个机会，姐弟2人顺利逃脱。可好景不长，他们来到了一座被瘟疫笼罩的村庄，在这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这里的村民会将感染瘟疫的人以及外来者通通烧死。意识到危险的阿米西亚赶紧带着雨果再次逃跑。就在他们无路可逃的时候，一位老太太伸出了援手，让他们藏在自己的家中，甚至还给了姐弟2人一套新的衣服，并且告诉他们劳伦提斯或许就在附近的教堂。而这时村民也找到了这里，但雨果却因为离开了母亲开始闹起了脾气。本就因为母亲死去而伤心不已的阿米西亚也在这个时候情绪爆发，将母亲的死讯告诉了雨果。无法接受现实的雨果不管不顾地跑了出去，这里闹出的动静自然也吸引了村民。阿米西亚深知雨果的行为会害死自己，但还是强忍害怕追了上去。当阿米西亚再次看到雨果的时候，他已经被全副武装的村民抓住，于是阿米西亚只能用自己手中的石头不断地攻击村民身上的盔甲。凭借灵活的身法和精准的投掷，阿米西亚成功砸死了这位村民。经过了这件事情，雨果也意识到了
了自己的错误。姐弟二人再次一起朝着教堂的方向逃去。可当他们来到教堂以后，这里已经只剩下了一位神父。神父告诉他们，只要穿过教堂的地下室，就能找到劳伦提斯所在的农场。当他们来到地下室入口的时候，一阵阴风将周围的蜡烛悉数吹灭，而雨果似乎也因为他的怪病感受到了什么。就在神父前去查看的时候，一双双渴望食物的眼睛发出了光芒，无数的老鼠从地下室涌了出来，将还没来得及逃跑的神父包裹在其中。好在这些老鼠惧怕阿米西亚手中火炬散发的光芒，借着火光，姐弟二人相依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中途他们甚至穿越了老鼠的巢穴，稍有不慎，一旦火把熄灭，将死无葬身之地。就在火把燃尽的时候，他们在最后一刻逃出了这地狱般的场景，一路上再次躲避守卫和驱散老鼠。他们终于来到农场，找到了已经感染鼠疫的劳伦提斯。临死前，劳伦提斯告诉阿米西亚，在雨果的血液中藏着一个上古恶魔，他们曾试图减缓恶魔出现的时间，但在鼠疫大规模爆发以后，恶魔出现的时间被加快了。而宗教审判所就是为了得到雨果的血液来唤醒这个上古恶魔。现在只有一个叫阴影古堡的地方，才能让他们躲过守卫的追捕。随后，劳伦提斯便让自己的徒弟卢卡斯与姐弟二人一起前去谷仓完成点火器的制作。只有依靠点火器才能顺利到达阴影古堡。但就在他们制作完点火器以后，因为老鼠越加疯狂，撞倒了炼金装置，导致火焰吞噬了农场，劳伦提斯也葬身在了其中。一行三人只能在老鼠的追赶下，朝着阴影古堡的方向逃去。然而沿途并没有那么的顺利，路上姐弟二人不慎被英国士兵抓获，在当时又称金雀花王朝。好在卢卡斯抓到了机会逃走，而这群英国士兵早已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宗教审判所已经决定花重金将他们赎回。本以为命悬一线，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梅丽的盗贼将阿米西亚救了出来。梅丽与自己的哥哥亚瑟默契配合，跟阿米西亚一起救出了雨果，并且逃离了关押他们的营地。可就在他们找了一处藏身地休息的时候，宗教审判所的人却找到了这里，而梅丽的哥哥亚瑟被抓住。在逃跑的路上，他们再次与卢卡斯会合，经过一路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这所坐落在阴影中的古堡。在他们启动机关以后，城堡里的老鼠都被驱散到了地下之中。可雨果血液中的恶魔也有了即将出现的第一阶段。好在卢卡斯提到了他的师傅劳伦提斯，正是受到了一本名叫《血液之旅》的禁书启发。要是能够得到这本书，卢卡斯或许就有办法治疗雨果。而《血液之旅》正被封存在大学院图书馆的地下室中。为了能够减缓雨果的病情，阿米西亚立即动身前往图书馆，而梅丽则去营救被关押在图书馆附近的亚瑟。路上，阿米西亚小心翼翼地穿越城镇，街道残破不堪，四处都是被屠杀的感染者。濒死的平民走向浸泡尸体的水沟，只为在临死前喝一口水。而阿米西亚中途意外发现，宗教审判所的大审判官维塔利斯也来到了这里。之前杀死母亲的尼古拉斯正是他的手下，而他们不仅想要找到雨果，同时也在寻找《血液之旅》这本禁书。当阿米西亚潜入图书馆以后，赫然发现审判所的人竟然在抽取感染瘟疫者的血液，并将血液注射进大审判官维塔利斯的体内。维塔利斯在注射了这种被他们称之为原血的东西以后，便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而他们此时正在逼迫一个名叫罗利克的铁匠打开藏有血液之旅的密室大门。罗利克曾与自己的父亲建造了这座密室，但父亲随后就被宗教审判所的人杀害。如今罗利克是唯一能够打开密室的人。见到这一幕，阿米西亚见维塔利斯离开，便趁机救下了铁匠罗利克，但引发的动静吸引了大量的守卫，罗利克只能打开密室大门，带着阿米西亚一起逃走。而在密室中，阿米西亚也成功的找到了血液之旅。可审判官维塔利斯也在这个时候赶到，原来他已经关注阿米西亚的家庭多年，为的就是等待雨果血液中的上古恶魔苏醒。只要能够得到雨果和血液之旅，他便能统治整个世界。阿米西亚可不会管这么多，他只想救自己的弟弟。于是二人再次通过密道，借着之前引发的火势逃出了图书馆，并顺利的回到阴影古堡。当卢卡斯在看到血液之旅中的内容以后，发现想要制作出能够治疗雨果的药剂，必须要一个像样的实验室。阿米西亚唯一能够想到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中，母亲曾为治疗雨果建造的实验室。另一边，梅丽成功的救出了哥哥亚瑟，并从亚瑟口中得知母亲竟然还活着，现在正被关押在审判所的监狱中。但这一幕却被一旁的雨果看在了眼里。之后雨果的病情也越发的严重，事不宜迟，阿米西亚与卢卡斯当即向着家中赶去。此时的家中已经被无数的老鼠占据，他们小心翼翼的穿越鼠群，顺利的来到了实验室。幸好这里还没有成为老鼠的巢穴。卢卡斯还意外发现母亲为雨果调制的药剂本就即将完成，他只需要稍加调配便能做完。仿佛是感应到了什么，老鼠变得越加的疯狂，并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实验室。阿米西亚只能不断的攻击鼠群，为卢卡斯调配药剂争取时间。就在卢卡斯完成制作的瞬间，狂躁的鼠群安静了下来，因此二人拿着药剂回到了阴影古堡。在将药剂给雨果服用后，他的病情也随之好转。可之前雨果偷听到了母亲活着的消息，在度过了一夜之后，雨果竟然悄悄的独自前去审判所寻找母亲。见弟弟不见，阿米西亚心急如焚，在野外苦苦寻找了雨果3天，却没有发现半点踪迹。无奈之下，他们也只能为前去审判所做好准备。而审判所的人在见到雨果以后，脸都笑烂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找了这么久的人，竟然会主动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于是当即就抽出了雨果体内的血液，用于注射进审判官维塔利斯的体内，这样就可以让雨果体内的恶魔在维塔利斯的身体里苏醒，他就能因此获得永生，并拥有恶魔的力量统治这个世界。但雨果并没有能够如愿的见到母亲，于是他利用自己小小的身体，不断的穿梭在审判所，进入了地下的监狱中，终于在这里与母亲重逢。而母亲也发现雨果已经平安度过了危及生命的临界点，但现在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逃离审判所，于是母亲开始引
引导雨果唤醒体内的力量，让他去感受和接受体内的恶魔，仿佛是获得了皇权一般。雨果竟然能够随意的操控鼠群，而这个上古恶魔正是老鼠的王。凭借这股力量，母子二人离开了监狱。可就在他们即将逃走的时候，审判官维塔利斯再次出现。已经得到血液的他始终不肯放过雨果，想要让雨果为己所用。维塔利斯不断用守卫的生命来激发雨果体内更多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使用的越多，恶魔就会占据雨果的意识。随着雨果体力耗尽，母子二人最终没能逃出这里。很快，时间来到了1个月之后，阿米西亚一行人正在为前去营救雨果做准备。但这时，地下的老鼠再次变得异常狂躁了起来，甚至开始抱团熄灭火焰。就在众人对鼠群无可奈何的时候，那个一开始杀害自己父亲的尼古拉斯，竟然带着几乎被恶魔占据意识的雨果来到了这里，并直接命令雨果操控鼠群杀死阿米西亚。看着眼神空洞的弟弟正在向自己逼近，阿米西亚只能一次次的呼喊着雨果的名字，试图唤醒他的意识。见雨果迟迟不肯下手，尼古拉斯准备亲自动手。好在亚瑟及时救下了阿米西亚。借这个机会，阿米西亚不顾被鼠群淹没的危险，直接冲上前去，将自己的弟弟紧紧的抱在了怀里。正是这个举动唤醒了雨果的意识，包裹住二人的鼠群也像潮水一般散开。姐弟二人再次相聚，但这温馨的一幕并没有持续多久。缓过神来的尼古拉斯出现在亚瑟的身后，直接一剑洞穿了他的身躯。于是姐弟二人只能与尼古拉斯战斗。阿米西亚负责熄灭他剑上的火焰，而雨果则操纵鼠群不断的进攻。最终在姐弟的默契配合下，尼古拉斯彻底被鼠群淹没。经过这件事情，见到哥哥亚瑟惨死的梅丽悲痛欲绝，于是他们这个小团体决定反攻宗教审判所，救出姐弟二人的母亲，势必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接着雨果操纵鼠群的力量，他们向着审判所不断的前进。可就在路上，铁匠罗利克为了保护他们，硬生生扛着敌人的剑雨，将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倒在了路上，强忍心中的悲痛。众人一路杀到了维塔利斯的面前，母亲也正被他关押在旁边的铁笼之中。雨果操纵老鼠不断从地下蜂拥而出，向着维塔利斯步步紧逼。可维塔利斯在注射了雨果的血液后，竟然也获得了能够操纵老鼠的力量，并且这种被他操纵的白色老鼠完全不会惧怕光亮。一瞬间，黑白两色的老鼠犹如洪水一般碰撞在了一起，双方都展开了疯狂的厮杀。在姐弟二人的配合下，他们终于走到了维塔利斯的面前。雨果操纵黑鼠撕开了由白鼠组成的屏障，阿米西亚则趁这个机会用石头活生生砸死了这位大审判官。他们这个小团体也终于为各自的家人报了仇。故事的最后，鼠群在雨果的控制下再次回到了地下之中，各处被老鼠占据的城市，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恢复了平静的生活。梅丽因为介怀雨果的能力，选择了离开这个小团体，而姐弟二人与自己的母亲以及卢卡斯驾驶着马车再次踏上了新的生活，而雨果体内的恶魔也只是暂时的沉睡。那么他们在接下来的冒险中，雨果又是否能够彻底压制住这股力量？这一切只有在瘟疫传说安魂曲中再次揭晓。我是修片狂魔，咱们安魂曲再见。